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高开低走，遇阻回落，反弹高点即将出现，空头准备进场，只差一个明确的信号。许多科技股也纷纷出现决策假阴线，苹果反弹结束了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6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会讲到纳指的市场观察，会通过决策阴线和30分钟图表以及空间的技术点位去测算目前的纳指整体的风向。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当中，我们会讲到个股的解析，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SQQQ、纳指金融、苹果、博通、Meta、MSTR、PLTR、谷歌、SMCI、亚马逊、拼多多等以上个股的解析。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提醒一句，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平时分析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你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旁边的这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进行迅速的了解其中的内容，希望以此呢能够解决您的部分顾虑。但阿哲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部分的指数的分析一定不能跳过，一定不能错过。因为阿哲平时在交易个股的前提中，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指数的环境会绝对影响到个股的交易策略。当指数整体偏空方时，哪怕个股有多头机会，一般也会放弃，亦或者仓位会很低，去试错买入。所以第一部分是目前大环境的观察，大家一定不要跳过。在你对于目前的美股指数环境有所了解之后，您再可以去选择性的观看个股环节。而假如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阿哲还是希望您可以由第一部分开始，1、2、3，那么一个不落，可以认真的观看结束。在讲解第一部分决策假阴线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期视频的一些观点。上期视频阿哲有讲过，最近有一条向下的趋势线，或者说有2条，由前期的波段高点到这一个反弹高点之中，可以连接一条下降趋势线，而也可以用这个反弹的高点以及下跌当中这一个反弹的高点连接一条下降趋势线。那我们会发现，当前的股价在再一次的反弹当中，是不是碰及到了这一条下方的趋势线？也就是说，这个向下趋势线它已经产生了压力的效果，这一根趋势线已经被确认。而股价目前出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的冲高回落，在某个压力位上出现冲高回落，本身就说明这个压力位有效，而多头是要小心的。所以周一的位置，它的冲高回落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去看跌看高点的出现，但它一来是一个运线的高点没有去突破，这里受压；二来呢是一个下降趋势线它的压力所致，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高开低走，它也可以代表多头其实并不是很强势，而空方有所反攻。在这里我们也去讲一下什么叫决策假阴线。昨天这一天为决策假阴，所谓的决策假阴线就是市场当中所出现的一根阴线，但却收盘价比昨天抬高，是一根假阴。那么它这根阴线最好是放量产生。目前阿哲把图表当中的决策假阴线都标记出来了。那么在这种决策假阴之下，你会发现成交量有一些呢是缩量的，而非放量的。那么决策假阴最好还是放量为佳，所以把缩量的决策假阴线我们先把它剔除掉。那你会发现在目前图表当中呢，是有4个决策假阴的产生。决策假阴它决策的是什么？它决策的是在后续股价的上涨和下跌，它决策的是后续我应该去看多还是看空。我们看到前方这3个曾经出现决策假阴线的地方，比如说这一根 K 线，当出现决策假阴后，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实体上沿以及下沿。如果后续的 K 线最好是下一根 K 线，它能够以收盘价能够站在这根假阴线的实体高点之上，我们认为这个决策假阴后续看涨的概率更大。这根阳线如果不是十日星，而是实体阳线，效果会更好。而你看到这一天也是一根假阴线，放量决策假阴，而后股价第2天是冲高再次回落，并且是一个负线，收盘价把决策假阴的实体下沿给跌破了。那么后续我们认为它是不是短线应该向下去看？又包括在前期这一波高点的位置出现三阳小顶之后，又出现一个决策假阴。决策假阴线它的实体上沿和下沿
是谁被先跌破呢？是不是下沿先被跌破，而且是一根大阴线跌破？所以这里方向往下去看，所以这是决策假阴的一个使用和它的一个效果。我们更希望在决策假阴当天为放量，并且量能越明显越好。我们更希望在决策假阴的第二天就能够选出方向。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我们昨天的冲高回落，它也是一根决策假阴线，量能放的不是很多，但是也至少是放量了。那么这一天它的实体下沿、实体上沿，我们作为决策的方向。如果今天是一根阳线，把决策假阴线的实体上沿给吃掉，我们认为这里后续要看涨。那如果是一根收阴的 K 线，把实体的下沿给跌破，那么这里方向将往下去看。这一点大家现在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而它阿哲叫做决策在阴线、决策假阴线。当你学会了决策假阴线之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空方信号就是一根阴线，最好是实体阴线，把这一个决策假阴线的实体下沿给跌破。那么我们就可以往下去看，第一个目标位是大阳线的一半支撑，第二个目标位是大阳线的最低点支撑，这是空方的两个目标位。它也是阿哲所要去等待的一个明确能够进场做空的信号，是日线上的做空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30分钟，在30分钟当中，我们要关注一个均线是170天的均线，而目前的纳指30分钟一直受到这一根均线的压制，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过。像前期这一波大阳线，哪怕是大阳急冲冲的上去，它其实也没有待超过2天。我们说过，对一个均线的有效突破的验证，是不是要看它是否能够连续2天收盘在这之上，我们再去确认。这里呢，收上去1天就立马跌回来了，是一个做空点。而目前向上突破170之后，收盘能够涨上去吗？它已经连续很多根 K 线的收盘价都涨上去了，那么这里能够说明是有效吗？还不行。我们需要看到，在突破170之后，这头2根收盘涨上的 K 线，其中最高的高点作为一个防守位，亦或者是多头进攻的压力位。市场当中，只要在这个位置没有被突破之前，那么尽可能不要盲目的去做多，它是属于一种熊市当中的反弹高点区间，只要没有突破这个价位，这里就还是反弹高点的判定，因为170还没有有效突破，而170没有有效突破的熊市空间，它将是一个高点区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开盘第一根30分钟的 K 线上，它也是一根决策假阴线，而股价没有突破它的实体上沿，把它的实体下沿给跌破了。当前在昨天的一整天当中都没有重新的收回到这个区间内，而后在尾盘最后的30分钟出现了再次的强势的下跌，反手阴线。所以当前的价格走势在大阳的高点附近，也在无效突破170的区间当中，所以这里一旦再次出现空方信号，它是不是能够比较好的去看空啊？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本周的美股行情当中，你只要关注一点，30分钟不出现强势阳线，把左侧的高点这2个高点给有效突破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所寻找的不是做多点，而是做空点。希望以上的2个知识点、2个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决策假阴线以及170的是否有效突破的判定。如果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能够让你操作上能够有所思考，那么老同学不要忘记在视频底下照常点一个红心，点一个赞，依旧支持阿哲的视频。而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宽裕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评论，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支持，谢谢你们依旧的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见到阿哲，第一次来到阿哲的频道收听视频，那么很高兴能够和您相见，也希望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而在下一步，您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阿哲发布之后收到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小节，有关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在决策阴和30分钟的图表当中，我们已经知道目前的多空如何去分辨。那么空间技术的点位测算，为的就是在短线上会让我们更进一步、更加明确的知道多空之间的博弈何时会决出胜负。
在图版的左侧是阿哲呢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分享给 Telegram 粉丝订阅观众的一条信息。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那么您就有一段时间内能够免费收到这一条短信。在昨天开盘之前，我们呢是4月14号盘前解析，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下午3点半左右所去发布的。阿哲在上方的信息当中有提到，纳指在上周五其实收盘是突破了运线，略微突破，所以小仓位呢是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可以去看多，而运线的最后压力是17202.94，目前是没有突破。而昨天盘前阿哲有讲到，实体阳线突破才能够更加确认的去看多，这是一个压力。而突破 K 线它是要实体过半的，不要小 K 长影线和假阴线。这里阿哲也很明确的讲到，目前的市场夜盘苹果英伟达是已经有明确的对于消息面的反应，但是熊市当中过于强势的突破，过于强势的开盘，那么往往会是短线的风险点。所以昨天呢一开盘就临近高点，然后全天的回落，在熊市当中强势的开盘往往是一个短线风险点，不要盲目的去追涨，多头等待后续的再次确认会更加稳妥，空头也是如此。这就是昨天阿哲盘前的观点。而在下方所分享的纳斯达克、特斯拉、英伟达日内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这就是阿哲所说空间上的技术的预测。这一个高点压力、低点支撑，它是一个日内的决策，你可以简单把它作为日内的一个支撑和压力，同样它也是日线上的多空博弈的结果。我们看到目前的右侧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图表上的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绿灯的显示，那么它代表什么含义呢？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它出现是一个红灯，红灯则说明价格在上涨时出现了日内的支撑被跌破了。一般日内支撑能够被跌破，就说明空方是变得很强势，在这一天之后要小心市场反弹的结束以及下跌的加速。所以每次反弹当中遇到了红灯就要小心，反弹当中遇到了红灯就要小心，它说明这是一个熊市当中再次空方进场的信号。那么绿灯呢？绿灯代表当天的阿哲所预测的日内压力被突破了，那么能够突破日内压力，特别是在熊市当中，就说明它是一个多方强势，所以绿灯代表多方强，红灯代表空方强。而当前呢，市场在低位反弹过程当中，目前是没有红灯，一直呢要么是无灯，要么是绿灯，所以价格整体走势还是多方较强。而我们在看到昨天的这根假阴线，是不是前期低点到现在，其实到目前为止一根红灯都没有？当前要么是绿灯，要么是无灯状态，昨天的假阴线也还是无灯，所以目前多头还是有优势的。我们需要看到何时有红灯的产生，何时就是真正比较明确的风险。在今天周二的时候，我们的预测高点压力是17221.67，预测的低点支撑是16746.38，所以今天日内关注这一个压力和支撑。如果股价今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17221.67，那么它会同时也突破决策假阴线的实体上沿，我们认为它是绿灯，同时也是假阴后的看涨信号，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去做空，还没到那个时候依旧能够看涨。而假如今天周二的收盘价是跌破了16746.38，就说明它是本次反弹当中首根红灯 K 线，同时收盘跌破决策假阴实体低点，那么也就意味着这里将是空方的一个进场信号，那么要小心后续的风险。当然了，如果今天收盘依旧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就说明还是无灯状态，因为它不一定非得是绿灯和红灯，它也可以是无灯。那么如果是无灯，就继续关注市场当中下一个预测高低点是否会产生红绿灯。所以阿哲每天的盘前都会去分析，并且去预测这个数值，希望对于订阅关注能够有所帮助，这是一个额外的福利。这里阿哲也告诉大家如何在每天盘前能够领取到这个盘前解析它的一个信息和点位。首先第一步，您还是得要先订阅阿哲。今天订阅阿哲之后的同学，您可以看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专门发布的，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所属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找到他的 Telegram， 而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因为我们的助教老师每天会接收到很多同学的疑问和询问，
这个时候，如果您添加之后什么都不说，它呢是不知道您想要什么的，所以您需要给它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这个口令呢很简单，就是盘前解析的盘前2字。您发送给他之后，他就知道了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并且您需要每天能够收到盘前解析的同学，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去领取每天美股盘前的这条信息了。这里阿哲要稍微提醒一下，这个盘前解析阿哲不是为了大家能够去跟随阿哲交易而去设立的。阿哲频道主要是教学技术分析，阿哲更希望的是在一边收听盘前解析的时候，一边您能够增长自己的能力和技术分析的水平。所以平时的盘前解析，阿哲一般呢都会用阿哲所教学的知识点去进行书写，这也是一种在学习过程当中实战跟踪的过程。但仅仅想要通过一些文字就能够让您的水平提高是很大难度的，所以阿哲除了有盘前解析服务于各位订阅观众之外，同时我们也专门开设了一些内部课程和学习小组，来更进一步帮助您学好技术分析。所以一般我们的同学会有3重的福利。第1重订阅福利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每天盘前会更新，而后呢会有专门的学习小组进行技术分析的答疑解惑。但这个学习小组不是说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加入的，阿哲还是更希望能够是志同道合的同学。您真的是爱学习，并且热爱技术分析，才有机会被助教老师邀请进入学习小组。那么助教老师怎么分辨您是何种同学？这里需要注意了，您需要认真的去观看我们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课程，在每周每月我们都会有内部专门的主题班课提供给各位去学习。如果您至少听过1节的我们的内部直播课，并且完成过至少1次阿哲或说其他老师安排的课后作业，那么至少您是愿意花时间在学习上的同学。那么这样的同学，您的作业只要不太差，助教老师评分合格之后，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了。所以这3重福利希望大家都能够领取得到。阿哲现在也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在4月15号开始，我们会开办龙头解析班的课程，直到本月的月底。所谓的龙头，就是当前市场或者说任何市场当中最容易、更加容易吸引到资金青睐的个股方向。我们如何通过技术面更容易的去把握到这种个股的启动、洗盘、伏击、低吸、主升以及最后的逃顶环节，这是本周我们主要去分享的内容。如果目前您已经找到助教，那阿哲希望您在发送盘前口令的同时，也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给助教，那么跟他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龙头解析班学习。阿哲相信这些课程，如果您愿意花时间到哪怕是1节课程当中，您都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希望以上的龙头解析班的课程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我们所讲的内容更多的是针对指数环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个股方面，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的空间价位。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特斯拉的图表当中，我们讲过前期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支撑是 229.201， 目前是没有被跌破的。大家注意了，特别是新同学，这个点位一旦被收阴，特别是阴线能够过半的情况去跌破，那么就说明特斯拉在这里还有下跌空间，它这个底部已经不牢靠，将会有更低的低点。而在此之前，我们依旧认为特斯拉能够看一个反转形态，所以重要的特斯拉支撑是 229.201，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从这一根阳线启动开始，我们就一直把这一个支撑位画在这里。当时这根阴线没有实体过半，整体力度还行，但是还不够，所以价格呢没有有效的跌破，出现了反弹。而这根大阳线反弹是一下子刺穿了 267.92、257.34， 但这种大阳线刺穿之后，其实也没有出现阳实体过半的现象，所以股价很容易再次的回落。目前的这3天是不是收盘价格一直在 257.34 之下，就说明这一个区间的压力是有效的。它没有突破之前，在这里千万不要随便去看多特斯拉，因为空间很有限，你不要在一个压力位底下不远的地方去看涨，那么往上可能你的一个目标位就放得很低，而往下你的一个防守位是 229.201， 是不是你的止损止盈风暴比就很不合理？所以在这个位置最好还是观望为主，多头不要随便出力。当前的特斯拉
更加稳定一些，我们整体最好不要随便去赌方向，除非有那么一根明显的阳线把上方的空间给突破，那么可以继续的看涨，它的性价比就会变得比较高。亦或者是明显的一根阴线把底下的支撑给跌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空，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之中呢，当前的行情最多是日内，但整体日线上行情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以上是空间上阿哲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前期有提到过，这一个上穿 K 线它是变盘高点的可能，它的高点是不是在这里？目前还没有突破。如果股价能够收一根阳线把它的高点突破，同时构成运线上破，是不是整体的多头还能够稍微往上看一下？但你会发现的是，指数它略微突破，但是特斯拉是没有突破的，所以特斯拉比当前的指数大环境来讲，它的多头是相对较弱的。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是决策假阴线吗？它是略微上涨，但阿哲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缩量的，所以它不是很标准的决策假阴，但你也可以来用它的实体做一个衡量。今天收盘如果在决策假阴之下，那是不是同时也跌破了前方运线的下沿？我们可以认为它的方向更容易往下面的支撑去走。而我们再看到从底部的反弹到现在，是不是只有一根绿灯 K 线，而指数是2根？所以动能 K 线也告诉我们它相对比较弱。我们再看到今天是否会产生红灯呢？需要看到今天的一个预测的价格，高点是 265.01， 低点是 249.14， 这是本周周二我们最新的特斯拉预测高低点。如果跌破 249.14， 那么就说明这将是一个红灯，那么红灯则更加能够支持我们去往下去看。以上是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的3个维度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也是空间价位表。前期在 86.79 的位置出现支撑后，产生了 V 型的反转。那么在这种 V 型的反弹当中，股价目前的走势在哪里？是不是在 109.5 这里出现了震荡，并不强势的运行？但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是决策假阴吗？它不是，它是一根真实的下跌 K 线，所以它整体也是比较弱的。英伟达在资金方面，目前的价格距离116是不是越靠越近？当前就是在这2个空间当中在运行，而这2个空间它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里跟特斯拉一样的，它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选择 K 线。在这之前，你可以说它遇到116有压力，而后去看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的话呢，就要小心了，因为它是不是靠近 109.5 啊？这里有可能会有支撑，所以如果空头还有未进场的同学，那么你应该等待一根阴线跌破 109.5 之后，再去往下看到103以及 93.65。如果昨天你没有开空单，那么现在也就先看一下 109.5 的支撑是否有效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图表，下方的上穿 K 线是这一天，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变盘高点。它的高点当前是不是有压力？我们认为它还没有突破，并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变盘高点的用处或者说它的效果将会更加的确定。股价在没有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之前，不要盲目的去看涨以及看多，它越靠近这个价位，你的多单就要越小心，获利兑现是你比较好的选择。昨天不是一根决策假阴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对于压力位冲高回落的表现，所以昨天的英伟达是可以能够认为看跌的，只是它的一个空间上，我们这里仓位就先不要太大，因为要小心反向直接往上去破。在往上突破这个阳线高点之前，我们的空单就可以以此作为止损，往下一步一步根据空间来去看。在 K 线的动能上，是不是低位反弹到现在有3根绿灯，整体还 OK？ 而昨天呢是一个无灯 K 线下跌 K 线，我们看一下今天会不会顺势再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就更加明确这里要往下去看了。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多少？它的低点支撑是 107.28， 高点的压力是 112.5， 股价突破112.5，则说明价格的走势
它是一根绿灯 K 线，那么整体能够看涨。如果跌破107.28，那么我们说明是红灯。那么反弹之后出现红灯，是不是要很危险、很小心？因为目前是熊市的反弹，熊市的反弹出现红灯，要特别的注意了。所以今天的行情当中，空头就盯住了日内的支撑位是否会被跌破有效，如果有效，则红灯 K 线产生。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SQQ， 目前你所看到是 SQQ 的日线图表，在底下我们最近一直谈到的170天的 MA 是不是产生了支撑？这一根大阴线跌破了一天又回来了，而目前是不是二次的回踩170还没有出现收盘再次跌破？目前170是产生了支撑，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现2天收盘跌破的现象，以及2天收盘跌破之后它的低点也没有被跌破，这是一个无效跌破170的表现。所以当下这里也不是有效跌破170。那如果不是有效跌破170，它是不是属于一个牛市当中有可能是一个大的底部的支撑的空间价位？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过，SQQ 只要不是有效跌破170，则是大跌大买的一个位置，只是买点上要确认。在指数出现了决策假阴，那么在 SQQ 上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阳线？它是一根假阳线，是否能够构成假阳真底？它能够形成假阳真底，我们的买进点是收一根阳线，把假阳的高点吃掉，就是买点。很多同学呢，在刚开始反弹时，这一根阳线就买进了。这里阿哲要提醒，如果你做日内，那么就注意了，日内有风险，你当天就要跑。但如果你说阿哲我做日线，那其实目前为止大跌之后它有支撑，但支撑上是没有一个买点的。所以目前阿哲讲得很明确，日线上的买点就是这一根假阳线，它的高点被突破时，最好是实体阳突破时，就能作为牛市大底当中尝试性买进的多单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 SQQ 在本次的运作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窗 K 线？下窗 K 线呢，它的低点目前有被有效跌破吗？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跌破的 K 线是一根低开高走的假阳线。我们说假阳线跌破是无效的，假阴线突破也是无效的，所以这种阳线的跌破不算有效的跌破，除非是大幅低开，但是它其实还好，它把缺口最后也补掉了。所以目前的 SQQ 呢，它的低点变盘依旧有效，在这附近依旧有 BBD 资金低点变盘的效果。而动能 K 线上，当前是还没有绿灯的，你也可以看一下今天形成绿灯的条件，我们的预测高点压力是在36.025，收盘突破它将是一个绿灯 K 线，而收盘价如果跌破预测低点33.083，那么将是一个红灯 K 线。红灯 K 线出现，则先不要着急看多；绿灯出现，如果结合突破阳线的高点，那么效果会更佳。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对于特斯拉、英伟达、SQQ 三个纬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阿哲会对以下的个股作为短线的解析，我们依旧会从资金和动能方面去看待这些股票。那么第一只股票是我们的 HXC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的日线图表，在本次的下跌当中，我们看到绿灯 K 线有几根，是不是这里出现了一根绿灯 K 线？而除此之外呢，前面这里是下跌的红灯，这里是红灯下跌。这一天呢是10日新绿灯，而且是阴的，所以我们这里一般是不作为买点。而股价下跌到这个位置出现低开高走，而后是一个绿灯 K 线。价格下跌反弹时出现绿灯，那么你要考虑一下它是否能够延续。像前期这里就是没有延续，那么现在是不是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它的绿灯是有持续性的，中间没有出现红灯 K 线。在最近2天的 K 线上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和上影线，这有种震仓洗盘的感觉。但因为它昨天是个长上影线，所以这里要小心它的一个诱多的现象，这里将容易再次的回落调整。而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它调整时最好不要出现红灯 K 线，如果出现，它的调整力度就会相对偏大一点。在出现长上影线之后，如果调整的力度不出现红灯，同时缺口不完全回补，那么其实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最近2天的上下影线可以说是正常行为，后续还是看涨的。
而如果在长上影线之后快速出现红灯，并且缺口立刻回补，那么这个震仓更多是为了诱多行为。我们看到资金上的关键 K 线，这一天是不是关键的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目前没有上穿下穿，所以就看它就行了。价格高点和低点是不是有压力以及有支撑？目前是首次高开而后突破，留下了缺口。这个突破能不能有效呢？阿哲更加希望能够有效。那么有效的判定住缺口最好不回补，以及不要快速的又跌回这根 K 线之下。那么后续中概股我们能够慢慢的去看涨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是否会出现红灯。高点它的预测高点是6921.8，预测低点6709.78，这两个价位是今天红绿灯的判定依据。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苹果目前的走势有一点要引起我们的担心，就是下方的上穿 K 线，它是不是把底下的零轴给上穿了？这一个上穿 K 线代表什么？代表这一波反弹走到这里是容易形成反弹高点，这是 BBD 资金当中一个变盘的信号。看到前面这里这一个位置是不是前期也是上穿的？上穿周的 K 线，它只要高点是存在压力，那么你就要小心了。高点的压力一般怎么样去确定？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无法被有效突破，以及它的低点能够被有效的跌破，这就是一个高点变盘的迹象。前期这一波反弹走到这个10日线的位置，是不是很难去突破它的高点？突破一天就跌回来，突破就跌回来，是不是这种现象就告诉我们它是有压力的？那么有压力的变盘，高点变盘。而股价当有效跌破时，是不是价格开始往下走？因为这就是一个高点区域。目前也是的，价格是一个决策的假阴线。我们知道实体的下沿要守住，不然的话，今天如果跌破并且回补缺口，是不是苹果反弹就结束了，高点就明确了？所以高点变盘结合决策假阴，这个地方要小心。阿哲认为苹果这一天的最高价格将会产生一个压力，而这个压力不容易被突破，而在这个压力被突破之前，任何的上涨都只能当作反弹来看待，它后续一旦跌破将成为高点后的下落。所以这是苹果反弹走到这里相对危险的地方，要小心做多。一旦出现反向信号，那么也是空方的进场点。这里阿哲依旧给一下大家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支撑和压力。今天的高点我们看到213.619，今天的低点是201.841为日内支撑，跌破它将为一个红灯，就要小心了。下一只标的是 AVGO， 我们的博通最近的股价走势是不是也是 V 型的一个超跌反弹？反弹到现在也是3个绿灯，而底下上穿 K 线变盘高点是它。那么它的高点目前也没被突破，走势和英伟达整体相似，是不是反弹也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变盘的高点也还是没有被突破的，所以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出现冲高回落，所以股价前期走势反弹是强的，比很多指数平均水平都强。但是现在昨天大家都是决策假阴，而你是冲高回落，所以走到这里，博通、英伟达都要小心，风险较大。在前面变盘高点以及运线高点中出现了冲高回落、遇阻回落的现象，所以这里呢虽然不是决策假阴，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空方点，它这里差一点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负线。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的抉择，高点是在 182.18 有日内的压力，低点是172有日内的支撑，跌破将是一个红灯，明确下跌。下一只个股是 Meta 昨天的表现就更弱了，因为它是已经构成负阴线，在变盘 K 线上，它是不是这一天为上穿 K 线？上穿 K 线的实体下沿和它的低点是不是都被昨天的这个负阴线给跌破了？我们说负阴线是不是代表着要去卖出啊？前期的低点后获利走到这里有一根负阴线了，并且运线被下破了，跟指数比它是不是弱很多？所以 Meta 在多头上已经提前要获利兑现，以及它构成了一些空方的方向性下跌，所以它是提前走出了有信号看空的一个个股，资金上短线表示已经偏弱，只是目前还没有出现红灯而已，但是红灯出现时应该也就比较晚了。它的压力在 544.625， 低点的支撑在 515.135， 这两个价位看好。
但在出现红灯之前，这一天的负阴线已经告诉我们有空方的一个信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强势股。昨天很多人是冲高回落，而它还能够收回来，并且维持一个阳线的上涨。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十日星？我们说对运线的上破最好是实体阳线，不要是十日星、长影线，亦或者是冲高回落的阴线。它是不是属于十日星？那么价格走势它同时也上穿了零轴，上穿零轴又是十日星，所以这一天哪怕它确实表现很强，但是它是高点变盘，而后又是十日星变盘，所以这个位置形成高点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MSTR 走到这里，获利兑现是不错的选择。更加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收盘价往下回落，把十日星的低点给跌破，重新回到这个运线的区间内，那是不是更加能够确定这里的压力有效，突破是无效的？那么往下一样的看到大阳中以及大阳底作为下跌的目标。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会如何产生。高点的压力是在 320.275， 低点的支撑在 305.775。 下一只标的是 P2TR， 昨天也出现了决策假阴线，决策假阴加一个绿灯，而股价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是不是看到它的实体下沿不要被跌破？如果跌破就是一个风险了。我们再看到下方上穿 K 线是哪一天？是这一根十日星。这根十日星的高点目前是被突破，但是突破能不能有效是一个关键。高开低走的决策假阴是不作为突破有效的一个判定，它一定得要在这里出现一个实体阳线才行，否则在这里还是不能判定突破有效。那么高点的压力就依旧存在，高点变盘也就依旧存在。接下来我们看到 P2TR 的点位走到这里，会不会今天出现红灯？低点的支撑在 92.04， 高点的压力是在 97.91。 如果出现红灯，就会构成绿灯之后的红灯，那么也是一个明确的看空点，结合决策阴线，将会是一个认为这里会见到顶部的一个信号。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昨天同样也是决策假阴冲高回落，十日星没有突破左边这根 K 线大阳线的最高价格，在这里它的上穿 K 线是这根阴线，所以阴线的高点一样的，跟 P2TR 是一样的，它被一个十日星决策假阴给突破，那么不代表突破的有效，依旧关注今天能不能够产生阳线，把假阴的实体吃掉，最好是高点吃掉，那么我们认为突破才能够有效。在此之前，谷歌这里依旧有所风险。如果从低位买进，而后到现在有所获利的同学，出现决策假阴，一般建议是减仓处理，特别是在熊市反弹当中，而后等待明确跌破假阴的低点，我们再去全部离场也是 OK 的。看到今天是红灯还是绿灯的依据，低点日内的支撑是 160.695， 高点的压力是 164.805。 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SMCI 整体走势还是偏弱。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到了，它这里是一个上穿 K 线，所以它是一个高点变盘的可能，再加上绿灯后是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为诱多的信号可能性较大，所以绿灯后的红灯一般作为卖点，就好像前面的红灯后的绿灯一般作为买点，所以买入之后这里是获利兑现，亦或者防守看空的一个信号。价格后续2天呢略微有所重心上扬，但是底下依旧无灯，就说明它还处于下跌的惯性当中，没有产生绿灯，则不要轻易的看涨。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价格的低点支撑在 31.97， 高点的压力在 34.12。 在突破 34.12 产生绿灯之前，这一个绿灯后的红灯依旧方向往下去看。下一只个股标的是亚马逊，这只标的以前阿哲是有解析过，但是它走的实在太弱了，所以阿哲呢就很久没有去看了。我们看到前期这种位置是不是上涨反弹有绿灯后的红灯，是不是绿灯后红灯是要往下去看跌的，红灯后的绿灯呢是往上可以去看涨的，而目前没有出现过绿灯后的红灯，所以整体呢依旧向上去看，但昨天开始已经有点走弱，因为这一天是一个负线冲高回落，阴线覆盖阳线实体一半，所以它和 Meta 一样提前走弱了，资金上表现已经是偏弱。那么负线的处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等一根 X，
然后突破再看涨，不突破呢就不能看涨，所以可以用负线来去进行处理。它的关键的 K 线上穿 K 线是这一根阴线，这根阴线的高点为高点变盘，目前有压力还没突破，所以这里呢也是不能盲目做多的。我们看到今天是否能够突破压力并且形成绿灯，我们的2个参照点在哪？今天日内的压力是 184.78， 低点的支撑是 176.57， 看好这2个价位。当前整体还是偏空方，这是亚马逊的解析。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只中概股拼多多，整体走势整体是弱于纳指金融的走势的，在红灯之后是不是只出现了一个绿灯？而这个股价是不是晕线后有上破吗？略微上破了左边的光头阴线。我们说能突破光头阴，就说明整体的力度还是不错的，反弹的力度。而价格的底下是不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也是这根光头阴线啊？但是它这个突破 K 线不太好看，是长上影线。我们更加希望等一根实体的阳线在光头阴上出现，那么直接作为看涨点。而且这种看涨点呢，如果能和纳指金融配合起来就更好了，因为昨天纳指金融是不是也是长上影线？所以今天拼多多如果不回落，而是继续收阳，那么拼多多我们认为也能博弈超跌反弹，纳指金融也是如此。看一下今天的绿灯红灯的点位，高点压力是在 99.808， 低点的支撑在日内是 94.073， 突破 99.808， 那么我们认为绿灯后如果还是实体阳则看涨，跌破 94.073， 那么红灯则这里继续看震荡，亦或者是下跌。以上就是4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出现决策阴线，那么一个技巧看明白多头还是空头即将获胜。苹果反弹结束，那么恐是高点这一个位置千万小心，不要再盲目看多，空方准备入场，只等一个明确信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